人玉，怎么啦？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刷视频啊？我有点睡不着，我有点无聊。那我进来了。嗯。我想着让你能早点休息。我一个人在客厅无聊，你怎么还无聊上了？你有点无聊啊？嗯。那要不我陪你聊聊天？我说我陪你聊聊天，你笑什么？有吗？我在笑吗？你笑了？你笑什么呢？我在笑我被我女朋友套路进房间的事情。不是你问的吗？我不想问，你烦死了！你出去吧。生气了？我没生气。好了好了啊，是我想来的。先出来嘛，别闷在被子里，睡不好的呀啊！你干嘛？我300多条短信，那么多套路，都被你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那是一报还一报。谁让你当时那么美滋滋看我的小说，你还让我念。哦，我让你念什么了？没什么，我要睡了。说清楚才是。那我郑重跟你说明啊，我小说里第23章那些内容，那纯粹就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我本人当年从来绝对没有做过那些。哦，那些。不过写的还不错。真的吗？恋爱你谈过半次，吻戏写的倒是挺逼真啊。那当然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你干嘛？想喂你吃猪肉。窗台的画针放开，思念也席卷而来，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漫步于人海，任由风轻轻拨
他怎么一脸淡定的？是某一周的爱，也知道为你而存在，从细针变成爱，就现在，别猜。看表情，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要听，它真的比烟花炸得还猛。哎，走错了？说什么呢？不小许在这儿吗？怎么可能走错呢？阮老师、曲老师，请进。哎，请进。哦，我来拿拖鞋。啊，我是粉色那双。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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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包的包子，我煮了粥。走走走，放放放。怎么？你宁愿相信走错了，也不相信女儿真谈恋爱了？不是，这不谈则已，谈也太快了。你别这么急着下结论，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啊，拿钱，拿钱，拿钱。哎，小许啊，哎，阿玉呢？他还没醒。还没醒啊？这平时也不是爱睡懒觉的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起啊？要不你去叫叫他？好。我去也不太方便，要不还是曲老师您去吧。啊，对对对，好，我去叫。我亲闺女嘛。来来来来。您来。谁这么想啊？阿玉啊，是晚上几点了？我是你妈。妈。嗯。妈。妈。哎，你怎么来了，爸爸？怎么，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没有啊。嗯。赶紧的啊，快点起来洗漱，下去吃早饭。你爸也来，快点，快点啊！啊。我爸。小许啊，哎，你这是刚从国外回来啊？对，昨天晚上刚回来的，时差还没倒，就工作了一晚上。年轻人忙点好。对对对，好好。那你这次回来是那边的事儿都忙完了？还没，有几个案子还没收尾，过段时间还得再过去。
过，我已经没有再接新的案子了。小徐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了。好，好。玉玉呢？还没弄完。阿玉啊，蹭蹭干嘛呢？快出来吃早饭了。来了吗？快点过来吃早饭。来，你看，你爸给你包的包子，一大早忙到现在，有菜包子，还有肉包子，是不是？都是我爱吃的，谢谢爸。还有小许给你煮的粥。爸妈，你们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这不是怕你睡不好吗？上次在家的时候，你看你这眼睛下面黑眼圈，大的跟小熊猫似的，是不是？行，现在啊也是不用担心你了啊。谢谢。哎，小雪，哎，你知不知道周俊那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啊？警方目前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具体的还得等会见过后才能知道。我也想着一会儿去趟律所，再了解一下情况。好。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吧。吃个大包的包子。吃。来，用这。小徐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了。你等等，怎么了？我刚才刷牙的时候，听到你跟我爸妈说的话。其实这件事儿，本来我打算过2天告诉你的，但是我看老师他们好像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就提前表了个态。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说表态就表态了呀？你在那边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事业，还有你积累的人脉资源，这些都没你重要啊。可我还是希望是我们2个人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2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儿，本来打算见面跟你说的。你看啊，我的工作性质呢，对地域限制会比较少，用不着1年365天都待在国内。也许以后我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国外旅居，你也不用彻底放弃那边的事业，可以同时开拓国内国外2块业务。这样你每年也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可以待在国内。你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会比较良全？你说的没错。不过你想不想听听我的2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入外籍吗？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家。我的根在中国，亲人也在中国，现在还有你，也在这里等我，所以我必须要回来。那叔叔呢？叔叔一个人在国外怎么办？其实爸爸生病之前，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要改国籍的事。以前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别的规划，后来他生病之后，我整理了他的工作资料，才发现他其实一直有做国内的投资。这次他进抢救室之前，手里还攥着全家福。我想爸爸可能后悔了。不过他现在身体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接他回国的事得缓缓。其实我很高兴，你愿意为了我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这些年，我积累的最重要的，不是换个地方就没用的人脉和资源，而是能力。我有能力能在国外做好一名律师，在国内，我也一样可以。过去的10年虽然很长，但是跟往后的几十年比起来，不也不值得一提吗？
安全带，出发。这次真找了一个律师男朋友，你该放心点了吧？他这个行业啊，看着人际关系简单，接触人员少，不太出门儿。但是你也知道，这网上这些舆论多吓人呐！我们学文学的，心思细，很多话呀，特别容易走心。我想着吧，找个律师，随时都能帮上忙。这才呀，给他介绍一圈律师。你想，现在我们两个还在，这出了什么事儿还能陪陪他。哎呦，这要是以后我们俩走了，他这一个人，我怎么放得下心啊？今天看到小许在，是吧？他也有打算回国工作，我就放心多了。别说那不吉利的，你看你现在这身体，一天3顿，顿顿2大碗米饭，能吃能睡的，别想那没影的事儿。你说什么呢你？我跟你们这些理工男真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这身体好，是不是？我这叫未雨绸缪。也可能是杞人忧天。哎，好成语不是用在这种时候的。你现在最好是把我这个包子给我热一热。刚才光顾着看他们，我都饿着没好好吃的呢。我给你重新包。重新包，你女儿这屋里有面粉吗？重新包。我眼花了吗？我是不是该去看一下眼科了？不，如果要去的话，我更推荐脑科，看看反应迟钝能开点什么药调理一下。什么意思啊？我不会是我们公司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吧？喏，你可以问问保洁阿姨。如果阿姨还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倒数第2个。哟，这么早啊？正式工就是不一样，一上岗就光明正大的，不像我这临时工只能地下恋。看什么的？被你们的幸福刺到眼了。对了，周军的案子怎么样了？还在正常推进，周军的父母已经来过律所了。本来人家是想委托你来接这个案子的，但是你的情况，我跟他们父母说了，然后他们就同意委托张姐来接了。张姐呢？许怀宋呢？他怎么没来？我是智坤律所的张玲律师，你的家属委托我作为你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一案的辩护人，你对此有无意见？我有意见，我只要许怀宋。我说了，我只要许怀宋，只有他能救我。我跟你说过这个事情的呀，许怀宋。许律没有国内律师资格证，他既不能为你辩护，也不能为你上庭。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排斥我，你只能选择相信我。好。关于本案的案情，你跟警方如何陈述的，请向我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我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会不会涉及到隐私什么的？你认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也许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你就在这旁听吧。好。这是我跟周俊谈完之后梳理出来的资料，你们看一下。
根据周俊的说法是，被害人遇害时，他本人并不在现场。案发当天是被害人开的车，案发前40分钟左右，周俊坐在副驾驶，与被害人起了冲突。冲突原因呢？周俊说，被害人进入环视工作之后，经常加班应酬，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被害人跟他在一起经常心不在焉，所以他一度怀疑被害人出轨。两个人不止一次为这事儿吵过。你遇到过他们俩吵架吗？有，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就是怀宋飞美国那天。你注意安全啊！我们先走了。嗯，再见，拜拜。怎么还生气了？除了那次还有吗？还有几次都是在环视的楼下，而且姚鑫对周俊的态度确实是一直比较冷淡的。具体的时间我查一下手机上的打车记录，一会儿截图发给你。好。关于怀疑被害人出轨一事，周俊有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有。周俊说，案发当天就是想看被害人手机，确认他有没有出轨，却被被害人制止了，两人吵了起来，发生了肢体冲突。周俊被被害人抓伤了手臂。现在警方锁定周俊的一件关键的证据就是被害人指甲里残留的皮肉跟周俊的 DNA 一致。但周俊的说法是，肢体冲突之后他就下车了，被害人独自开车离开，他自己一个人在山路上徘徊了一段时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又没电了，他就步行走到了老师家，再之后就是跟老师一起吃饭，收到了被害人遇害的消息。那目前这个案子没有出现第二嫌疑人吗？暂时没有，那条山路上是没有监控的，被害人车辆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车内包括凶器羊角锤上也没有发现周俊和被害人以外的生物痕迹。至于案发现场，因为那天刚巧下了一场大雨，痕迹遭到破坏，取证也比较困难，警方在进一步的侦查。有话就直说。许律，这个案子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我知道你没有国内的律师资格证，但是智坤律所的一些疑难案子，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周俊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张姐啊，许律对刑事案件也不是很了解，我看这次就算了吧。刚才许律问的那几个问题都问到点子上了，一看就很专业啊，不像不熟悉的呀。这样，周俊这个案子你们正常推进，至于我本人进不进来，我们再议。我还以为你会劝我，或者是问问我不接刑事案件的原因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秘密嘛，你不想接刑事案件，肯定有你不想接的理由；你不想说原因，也肯定有你不想说的理由。但只要你想说，我一直都在。我刚在楼上开会来着，等的时间长了吗？刚到，特意给你打包了好吃的。明英吗？这么好，不好意思。怎么了？徐怀松跟阮玉在后面。别回头。有吗？怎么办？要不咱俩坦白吧？闭嘴，他们过来了。明英，这么巧，真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来啦？
我来给你送饭啊，都是你爱吃的。那本来是我的，太好了。这个本来也是我的。不是说下楼吃饭吗？刚刚不是下楼吃饭吗？怎么在这儿？吃饭。对啊，我刚要下来吃饭，然后碰到沈小姐了。那既然这么巧碰上了，咱们就一起吃呗。不用，你们吃就行。这有什么的？反正咱们4个都认识。一起啊。一起吧。走吧。就当是给我加餐了。多吃点。让我来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哎，我点的龙井虾仁。这么巧，也是龙井虾仁。加餐也是啊。真巧啊！可不是嘛，这就是有福气的人啊！这口福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是不是？你好，辣子鸡，什么爱用？哎，你看这个我就不爱吃，不爱吃辣的。辣的菜里边，我只喜欢吃一道菜，你知道是什么吗？麻婆豆腐呗。哎，还真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你忘了，我也爱吃啊。我今天本来准备的双人餐，想咱俩一块儿吃的。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你最爱吃麻婆豆腐。对呀，学校门口那家。对，就是那个，你还记得？你少说话。手机响了。我回个消息啊。回。哎，刘律师。你平时手机都不调静音的？我平时怕错过一些案件的重要的信息啊，习惯了，所以就习惯性的把声音调得很大。那你倒是看啊。啊，我看啊。拿出来。我当然得看了。要糖醋小排，请慢用。哎，那个新闻推送，这是我最爱吃的菜，你帮我准备了吗？你看看。什么音？不可能！你看这个，说什么来着？你最爱的必须有。来吃饭。差不多。哟。哎，你说你们恋爱当中的人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种单身人士的感受呢？是吧？你们爱意浓浓，我们就抱团取暖。对，那你给我加，哎，我也给你加。啊，可以可以。好，哎，来，谢谢啊，谢谢。再吃点，一样吃一个。好，谢谢谢谢。大家吃什么？你们抱团取暖取得挺好的。之前是一起吃过饭吗？没有。哦，之前刘律师帮我处理分手的那个纠纷，然后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过一顿饭，就那一次，我给忘了。对啊，就一次。就一次。就这一次。虾仁好吃。最近厨艺有进步啊，是不是啊？又演到我父亲当年的那个案子。
那就先这样。你们去吧。我继续取暖取到底吧。啊，我送你。不用，我打车就行。别呀，送活送到西嘛，是吧？是。行，那谢谢刘律师了。哎，客气。走。那我们先走了。去吧。拜拜。快去吧。许律师估计不来了，我们就开始讨论吧。好，那咱们先开始吧。许律师估计不来了，我们就开始讨论吧。好，那咱们先开始吧。许律，抱歉啊，时差问题，来晚了。踩得刚刚好，小陈，再去打印一份资料。哎，好。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碰形势了，突然想开了？周俊这个案子，跟我爸当年经手的那个很像，都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并且现有的证据都指向唯一的嫌疑人，这个嫌疑人还拒不认罪。还有一套听起来非常戏剧性，并且存在一定可能性的说辞。所以我想试着走一下我爸当年走过的路，然后把我找到的答案告诉我妈。虽然晚了10年，不晚。来，徐律，好，继续，我们开始吧。boss 让我给您准备一间临时办公室，您想要什么样的？大开间还是私密一点？朝南，有植物，还是？别麻烦了，我就用笔记本电脑码字，只要有电就可以了。那您这也让我太没发挥空间了。你太客气了。先过去。您这边请。就这个事务所。哎，你们是干嘛的？就是凶器上没有周俊的指纹。外面什么情况？你出去看一下。行，我去看看。许律、刘律，是被害人的家属过来了。有你们这么干事的吗？我们这帮杀人犯，这会儿还死什么啊？有没有人帮我出动啊？你们良心上过得去吗？啊！我上现在找吗？别着急，别着急。大家稍等，慢慢说啊，慢慢说，冷静一下，大家都先冷静一下。刘鑫爸爸，刘鑫妈妈，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也知道你们想替女儿讨一个公道，所以把我们当成了阻止你们讨公道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对，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律所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要阻止你们讨公道，我们只是为了确保这个公道是建立在法律的框架内，是真正公平公正的。你胡说八道！你们就是想替杀人犯定罪，
干嘛呢？大家先冷静一下，刘星妈，您先别激动，您先听我说。在真相还没水落石出之前，周俊并不一定是大家口中的杀人犯。您的目的是让真凶伏法，所以您想要的公道就必须得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而真相又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严谨的调查和验证。我们的工作也是法律程序的一环。如果说程序不够严谨，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了，我相信这也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对吧？那如果他真的是凶手呢？司长，对呀，是啊。那法律会给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谢谢。不是许律，我就不明白了。就算嫌疑人是真凶，他也有人权，我们也要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啊。法律人的原则就是法律判断优先于道德判断。坐。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没错，不过我们得懂得换位思考。的确，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能够认可嫌疑人的人权，能够认可程序的正义。但是当血淋淋的惨象真正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情感倾向，更何况是被害人家属呢？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得站在被害人家属的角度去共情他们，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我们作为法律人的原则和信仰，这样会伤害了被害人家属，同时也会激化我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小陈，好好记着许律的这些话，做一个有温度的法律人。我记住了，记住了。老大，这事儿网上传开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至少现在有更多的人都知道我们事务所了。我知道这个案子给咱们律所和大家都造成了一些压力和影响。接这个案子是我们大家共同决定的，我们既然接了，就已经做好了被误解的准备。没错，这个案子的嫌疑人又挟持又拒捕，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来说，如果他没有做亏心事的话，为什么会怕警察找上门来呢？所以舆论有争议，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舆论不能断案。只要我们现在还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干就完了。我也去把昨天那个弄完。喂，你好。好，那我现在过去。怎么了？诗诗在学校出事了，我先过去一趟。我儿子被打成这样了，说吧，怎么处理？怎么样啊？我看这也没伤多重嘛。不是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说话的？我们要求上医院做检查，上医院检查没问题，费用我出。但是他们俩啊，也该承担他们该承担的，向人家女孩道歉。凭什么呀？我们孩子挨打了还要道歉，凭什么呀？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仗势欺人。我欺负人？不是你们的孩子先说人家小姑娘的吗？我说的是事实，他爸爸就是杀人犯帮凶，他哥又帮杀人犯，他们全家都是杀人犯帮凶。孙年新，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下实话。赵一，我去。请进。阮玉姐姐，你怎么来了？老师好。哎，你好。孙天琪同学是吧？啊。上次你们月考，我看见你作弊了。你上次考试作弊？怎么可能？你胡说！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在考场上，你往旁边同学那边看了一眼。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往旁边同学看了？
那我们去调监控，看看你是不是全程只看在了自己的考卷上，一眼都没有往旁边看过。不是，就算我往旁边同学看了，那我不能是看人家衣服、看人家头发呀？你凭什么说我作弊啊？那你凭什么说别人一定就是杀人犯呢？我。是啊，就算你往旁边同学那边看了一眼，你有可能是在看人家的衣服，看人家的头发，这并不能证明你一定是在作弊。那要给一个嫌疑人定罪，是不是同样需要充分确凿的证据呢？假如今天你，还有你，明明没有作弊，却被人怀疑是在作弊，你们希不希望有个人可以站出来帮你们说话？那这个时候，你们还会说这个帮你们说话的人是帮凶吗？好，说得好，你们两个还不道歉？是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没吃饭啊？差不多得了，你看到没？打抱不平是好事儿，但打是打不服的呀，要以理服人。是，妈你说的对。但是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没有下次，绝对没有下次。还不走？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丢脸丢死。麻烦了，老师。哎，不是，阿姨不是还要带你们去医院检查的吗？哎，等等我。没事了，走，没事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啊？赵毅，车是毅，不是铁。你这同学还挺仗义的，谢谢你保护我们诗诗。没事儿，那个为兄弟两肋插刀嘛。姐姐，我哥他怎么了？我有点渴了，我去买喝的。哎，宋哥，我跟你一块儿。你刚才是不是想问你哥怎么没来？是我担心他们看见你哥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他，所以我就带你哥出面了。谢谢姐姐，你刚才真的很酷。怎么啦？还在生那两个男生的气呢？姐姐，我该生气的，对吗？当然啊。怎么这么问？因为我小的时候听到这种话，都有点心虚，有点难堪。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他们生气，也没有办法反驳他们。我只想快点逃走。不过，我今天没有想到他们会跟我道歉。他们说自己错了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是他们错了。当然是他们的错，他们错在他们的武断跟偏见。就像姐姐你上次说的，每个人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因为那些不道德的人去否定那些在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人。我是不够了解我爸爸，但是我了解我哥，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做正确的事情。对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有什么好心虚的呢？我们呀，要把头抬起来，把腰板挺直了。对，
要是所有人都因为害怕人性的偏见而后退，那谁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个时候，我不仅不应该后退，还应该站出来支持我哥才对。等着吧，我现在浑身都是刀，谁要是再敢说出那样的话，我就一张嘴怼到他体无完肤。要是还碰到那种蛮不讲理的，我就还我揍得他体无完肤啊！没什么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哦，姐姐，你的在那儿。来，谢谢。你受伤了？这也叫伤啊！拿着。这怎么不叫伤？走，跟我去医务室。姐姐，我送我同学去医务室。哥，你放学接我，我有话要跟你说。走。要谢谢你保护了诗诗，也保护了我。这不正好是专业对口了吗？以理服人可是我的专长。那要这么说的话，靠打架夫人的那小子是怎么回事啊？还能怎么回事？那诗诗，她的想法，你别担心了，等回头我去旁敲侧击一下。好。哥，上车吧。姐姐，你那个同学手怎么样了？他呀，他没事儿，他皮糙肉厚呢。啊，对了，姐姐，我下午忘了问你了，你是不是跟我哥在一起啦？真的啊？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姐姐，你有没有因为小时候的事儿生我的气啊？有啊。啊。要是早点知道你就是写诗人，我卡文的时候就找你想办法了，这样我还能少撕点脑细胞。那现在也不晚，你不是还有写小说的番外篇吗？我再给你透露一点我哥的庐山真面目。下午说有话要跟我说，什么话呀？哥，我是想说，我这边你不用担心，但是妈妈那边她不怎么上网，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她连你当民事律师都不能接受，更别说你。哥，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还是先瞒着妈吧。我不是说你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就是觉得现在外面传的不太好听，如果能等警察破了案，或者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再告诉他，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你不用操心了。另外，学校那边我刚刚联系了何老师，何老师也主动提出要给全校做一次普法教育。那太好了，那以后。甜甜，你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吗？你们一家人都做了什么？你这是不是想？对，我们知道对不住你们，我知道你们帮害死我女儿的凶手脱罪，我女儿到今天都不能瞑目。现在你们又帮杀人犯打官司，你们就不怕遭到报应吗？不是你说什么呢？要说10年前我认，但是我们家许英已经很多年都没打官司了。你还不知道啊？现在给杀人犯打官司的是你的儿子。还真是好一个子承父业呀！啊，妈，你干什么呀？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啊？我问你，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要给杀人犯
打官司了。妈，您先听我说。我就问你是不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还不一定是杀人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实他就是杀人犯，你管不了别人的罪啊！当年的事，你都忘了吗？我没忘。没忘。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家被人家充其量苦呢？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来这儿了，也别再见诗诗。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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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喂，张姐。许律，你那边没事吧？没事儿。你们怎么样了？今天上午的讨论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跑了一天，没什么新收获。辛苦了。嗨，都是分内的事儿。不过我有些新的想法，等你忙完了来律所，我们探讨探讨。张姐。晚点我再给你答复吧。好，你先忙。好。要不要下车去透透气？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呀？可能那只是我想要的答案。对我妈来说，那根本就不重要。其实我就是想试一下，或许这个案子能够让我找到当年的姐。就算我找不到，也至少能让我妈知道，我爸当年找到了那个突破口，也许并不是所谓的钻了法律的空子，起码他心里能好受一点。只是很可惜，还是没能追上舆论的速度。我们这个时代，舆论是变得更快了，但我们的法治也在越来越健全，刑侦技术也越来越发达，可能那个结果很快就会来。天很快也会亮了。不过，要是真的觉得太难了，我们也不用非做那个伟大的人。勇敢是美名，但逃避也不可耻。如果还是不甘心呢？那就遵从内心的答案。就算不是惊喜，是惊吓，但青椒的错不要怪到自己身上。
怀宋，你把当年那个案子的真凶找到了。梁叔，找到有几天了，怕搞错，一直在比对，没敢说出去。今天对上了，都对上了，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您是说找到了？哎，真的找到了，真的找到了。你爸爸是对的，我爸爸是对的，爸爸是对的，他是对的。被害人的家属和当年的嫌疑人今天也都过来了，现在还在里面做笔录。这些年，他们也都挺难的。被害人的妈妈当年找你们家闹事是不对，但也是过得真苦，心里一直过不去。当年的嫌疑人也不容易，出去后找工作，到处没人要。只能靠收些瓶瓶罐罐的过日子。唉，是我们晚了，是我们晚了。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啊！我没有杀人。徐律师，我没有杀人，你知道了，我真的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杀人啊！没事了，都过去了。徐律师，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好了，没事了，都过去了。因受当时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案件的侦破多年来始终未取得实质进展，但警方从未有过一刻放弃。经过12年的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成功破获这起命案，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为被害人伸张了正义。